投資界一直有個未解之謎，為什麼陷於破產的賈躍亭總能融到錢？每當外界預計他撐不到年底時，總會有百億騎士從天而降。先有被坑上百億的孫宏斌，後有投入數億卻仍深陷泥潭的許家印。即使到了美國，被附上老賴的骂名後，他的融資能力依舊不減。搖搖欲墜的法拉第未来，總能在最後關頭獲得數千萬乃至上億美元的救命融資。對於賈總這種神奇的融資能力，外界大都歸結為他會做 PPT 與造型名詞，能忽悠住投資人心甘情願的投錢。但是這種解釋缺乏說服力，因為能拿出数千萬做投資的人一定不是傻子，甚至是千年的狐狸，怎么会被賈躍亭靠幾張 PPT 和一堆新概念就說服呢？雷軍說他做投資很少看項目，而是觀察對方這個人怎麼樣，這個人有沒有成事的能力。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賈躍亭，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總有人給他投錢了。有投資人回憶他出現賈躍亭時的場景，他的班機剛剛到加州，賈躍亭及法拉第一眾高管已經到機場恭候，隨即將他送往當地最好的酒店。辦理入住時，高管與前台溝通良久，仍未解決，只得向賈躍亭求助。賈躍亭親自上前交涉許久，才勉強安排妥當。事後，該投資人得知，原來是高管的信用卡刷不出房費了，賈躍亭去後卡裡也沒有錢，不得已打電話借了錢，才付了房費。这個細節給投資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賈躍亭並未像外界傳言的那樣，拿着高薪在美國過奢華的生活，而大部分時候，他的生活很普通，甚至拮據，4000美元的底線僅夠維持基本的生活。因為高管說，在公司最困難的時候，有1年沒發工資，換做其他人早就辭職跑路了。但是他相信賈躍亭的為人，願意跟着他繼續幹。賈躍亭的人格魅力在樂視員工身上也有體現，即使老板8年沒回來，留在樂視的老員工提起他時仍是懷戀的口吻，稱希望有一天老板能夠回到樂視，在公司的停車場停滿 FF91。2022年，在不考慮歷史債務的情況下，樂視首度實現了盈利，員工激動的與大洋彼岸的賈躍亭視頻連線，告訴他這個好消息。賈躍亭微笑的祝賀舊部門取得的成績。樂視員工總結說，儘管老板在外面欠了很多錢，但是沒有虧待過他們。縈繞在賈躍亭身上的另外一個未解之謎是，他每天在忙什麼？從2014年宣布造車至今，整整10年，法拉第一共只交付了20輛不到，但是他在短視頻平台又很活躍，經常曬自己的工作日程，常常開會到凌晨，以至於每條短視頻下總會有粉絲問他，賈總，你到底在忙什麼？賈躍亭從未回復過，但是有好事的網友代為回答，發了一堆新詞，言下之意是賈躍亭每天忙着造新詞。這種說法對也不對。據美國公司高管說，賈躍亭每天耗時最長的事兒確實是造詞兒，但他沒有說的那麼透，而是用喜歡深度思考來形容賈躍亭。每天只睡5-6個小時，剩下的時間都在工作，病了只要能堅持就來公司。但正如網友質疑的那樣，法拉第的造車速度確實無法與賈躍亭的工作量匹配，這或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用這麼長時間一個人在辦公室裡思考問題。說好聽點是尋找創新方向，難聽點就是沒事找事。在公司資金極度緊張、個人名聲狼藉的情況下，除了思考新的出路，賈躍亭很難在推動汽車量產上有實質性行為。最近賈躍亭思考似乎得到了回報，他在美國收穫了第2家上市公司 AIXC。AI 是人工智能的意思， C 是數字貨幣的簡稱，兩個概念都踩了美國經濟的風口上。上市當天股價暴漲了3倍，一個在國內名聲掃地的人居然能在美國搞出2家上市公司，賈躍亭還是有點本事的。所以你要說他在美國什麼事都沒做，只為了躲債也是不對的。只能說賈躍亭是當代商業史上的一個奇葩，相信他的人堅信他每天都在為了還債而努力，不信他的人嘲諷他每天都在演戲。不過有時候演戲久了，會不會假戲真做呢？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